我最近特别想吃那种可以即食的鱼豆腐，但是市面上卖的里边基本都没有什么鱼肉，所以我买了100多斤东星斑。我打算做点100%纯鱼肉的鱼豆腐小零食，看看吃起来是什么感受。然后按照去年我们做鱼丸的经验，这鱼肉切完了得先用小勺刮成鱼蓉才行。但是这东星斑处理起来可比去年的虎斑麻烦多了。因为这玩意儿它贵呀，我们抠这鱼肉比抠家里那卫生死角还卖力。就这么说吧，我们抠完的鱼骨，那院里的野猫都不惜正眼瞅一眼，你就说这活干得多仔细吧。然后刮好的鱼肉还得用小锤给它锤成肉泥，但这不是最麻烦的，最要命的是得在这些鱼泥里边挑鱼筋，这玩意儿要是挑不干净，那鱼豆腐吃的容易塞牙呀。这点玩意儿我们整整挑了1天，那眼珠都对不上焦了。后来，然后这鱼泥简单调的味儿就可以进行摔打了。这活干的是最费人的，它就跟那手打牛肉丸似的，必须得锤到这种立牌不倒的状态才行。摔这玩意儿都快给我摔脱臼了，我就说这一天呢，眼珠子见瞎，胳膊几无力了。这要再多做点，都没给我上半身干瘫痪了。我蒸完之后特别紧实，就这么锤都锤不碎，所以它吃的时候口感也特别有嚼劲。但是这种原味的鱼豆腐放凉了当零食吃可能会有点腥，所以我打算先卤后烤，给它做成炭烤鱼豆腐。就光调这个卤汤我们就老下功夫了，我们是用鱼骨熬的鱼汤作为原汤干的，能不能增鲜不知道，但主打的就是一个原汤化原食。然后烤的时候我还刷了一层秘制小红油，这烤完了之后外皮是焦脆的，里边鱼肉是像那种肉丸一样可以弹牙的爽脆，口感特别丰富，而且真的巨香，因为鱼肉本来就鲜，然后卤汤和红油的香辣也口入味了，这一口下去满嘴留香。但是算下来就是成本有点高，这一块鱼豆腐成本都要合到12块钱了。我本来是想着等过年打麻将的时候和大家一起分着吃，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来看，要是不给我点个3家闭门大炮，那袋儿我都不舍得拿出来给他们舔一口。夏天到了，又可以放肆的吃小龙虾了。但每年吃的小龙虾口味都差不多，今年想研究个新吃法。今年趁便宜买了60斤，想看看取肉汆丸子能不能好吃。但是过程实在是太不顺利了。刚要接水刷虾的时候，我弟一不小心把盆踢倒了，我当时都懵了。我从来也没想过买好的虾居然要重新在家抓一遍，抓了2个小时，我心终于能消停干活了。结果又有新的意外发生了。刷虾的时候，我那个水管就没拿住，我碰巧呲了他们一下。谁寻思这一下给大伙呲燃了，虾都不刷了，变成水上乐园了。等几个老嫂子洗完澡再出来的时候，就变成这个造型了。那天换号播，就是因为这会儿他们被认定为擦边女主播。后来给小龙虾取肉可挺费劲，虾尾就没啥说的，就纯力气活硬掰。虾钳是最纠结的，就明知道它没肉，但是不舍得扔，只能一点一点抠。问题一个钳子就只能取出这么点肉了，这些我一共扒了1个多小时，取的肉都不到1个碗底儿。后来我就琢磨，这小龙虾得亏是近代被发现的了，这要是早几百年发现它能吃啊，那虾钳肉势必又是一道流传千百年的老佛爷名菜。后来有点饿了，就做了个小龙虾酱拌面。我算饭有点劲儿了，就直接给它都扒完了。55斤的小龙虾，一共就取出5斤5的肉。这丸子现在呀，全看怎么说呀。要说它是20块钱1斤小龙虾做的，听着有点一般；但要说它是200块钱1斤的虾仁做的，感觉肯定特别好吃。早上的时候做了一大锅丸子汤，这个丸子吧，就是做的有点熬人，吃的也没啥特别的，虾味倒是很浓，但没什么鲜味，特别像超市卖的那种舍得放添加剂的速冻丸子。完昨天还偷摸留了几斤虾，早上一起给做了。吃上这个，我对我汆丸子这个经典的特别懊悔，甚至都想忏悔。我发现小龙虾这一生最好的归宿啊，还是麻辣。